这边就是他们家的厨房，这些藤类的植物已经爬到屋顶之上，房子也是破破烂烂的。在门口的位置就有一棵大树，然后在旁边还有3座坟墓，每座坟墓之上都挂的有清明纸，说明在清明的时候有人过来祭拜的。试问这样的房子，谁敢在这边居住啊？在湘西州花垣县的大山深处，一座半山腰之上，我们发现了一栋多年没人居住的房屋，上下2层结构。在这栋房子的旁边还有一座平房，屋顶上的瓦片已经全部都散落了，然后房子破破烂烂的，整栋房子大门紧闭，空无一人。然后我们透过窗户发现了奇怪的一些现象，整栋房屋主人家好像在一夜之间搬离了这边，然后就消失了一样。房子里面的一些生活物品来不及收拾，甚至于在床上我们可以看到床单被套还是放在原模原样，基本上没动的。那究竟什么原因，这户主人家好像在一个很匆忙的时间情况下就搬离了这栋房子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今天我们就实地来探访一下。实际上这栋房子呢是可以把车开到院子里面的，底下呢就是一处小乡镇，那边还有一条高速公路。这边啊是在半山腰之上，海拔将近有500来米，然后地势挺高，从这边啊院子的位置一眼可以看到小乡镇的全貌。其实门前的景色还是挺不错的，这边距离县城将近是有15公里，距离镇上将近有3公里左右。这栋房子啊，已经差不多17、18年左右，没人在这边居住了，所以门前呢，这些当年的小树已经长得这么高了，然后把整个院子全部都覆盖满了，然后房子呢也完全的遮住了。这栋房子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上下2层的结构，在前面这里呢是没有做阳台的，在背后有个阳台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要从这边走到2楼，带大家去看2楼的情况。然后1楼的位置啊，是房门紧闭，然后这里是大门，旁边呢都是卧室。这栋房子的楼层高度啊，将近有8米左右。然后这边的窗户啊，可以看得出都是实木结构的，说明这栋房子的建造时间已经非常久了。在这栋房子的旁边还有一栋平房，应该是他们家的主屋，相当于以前呢老房子应该是在那块区域。那栋房子呢已经是基本上完全坍塌了，所有屋顶上的瓦片全部都已经掉下来了，然后那栋房子的砖墙好多地方都倒塌了，里面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。那我们走过去啊，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整个院坝呢，将近有这一块位置啊，将近有100来平，然后那一块呢是他们家停车的一块区域，实际上车子是可以停得下来的，但是这边呢完全路呢已经被一些碎石挡住了，所以我的车呢就停在了上方。在门口的位置啊，这里还有一棵李子树呢，好像这里光线太少了，所以上面呢没结李子。其实我挺好奇的，为什么好好的2栋房子，尤其是主屋都不去修整，然后给它保存下来，就这样子给它丢弃在这边呢？太可惜了。然后整个院子啊，占地面积将近有2、3亩左右，很宽的。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可能还是有原因的。这栋主屋的背后接连的是有2、3座坟墓，因为那边我都看到了别人在坟墓之上挂的有清明纸，说明呢每年都会有人过来祭拜的。这几座坟墓啊，距离主屋是很近的，仅有1墙之隔啊。这栋主屋啊已经是坍塌了，
整个有3个房间，这边的墙面都已经倒掉了，屋顶上的这些瓦片全部都散落一地。然后这里啊就是一个堂屋了，整个堂屋还挺宽的，将近有40-50个平方。地上呢都是一些碎瓦片，还有一些杂物。然后这边的屋子呢，所有的墙面都倒塌，屋顶上瓦片都看不到几张了。堂屋的背后是有一道房门的，从这道房门进去，又是一个杂物间。整个杂物间呢，已经看不到了屋顶。这边啊还有2个呢。这里单独留了一道房门。实际上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几座坟墓，就在这个杂物间的背后，距离非常的近。刚才我围着房子走了一圈，我发现啊，整栋房子的周边有6座坟墓，把整栋房子啊都给包围着了。身后就是他们家的厨房，这个厨房啊，屋顶之上都爬满了一些藤类的植物，房子呢也是破破烂烂的了。然后就在旁边啊，有3座坟墓接连在一起的，可以看到上面的清明纸还挂着，说明啊，每年都会有他的一些后人过来祭拜的。然后呢，在这个下方接连的还有3座坟墓，在厨房门口的位置有1座坟墓，在这个底下还有2座坟墓。这2座坟墓呢，就靠近了他们家的主屋，相当于呢就在房子的背后。整个这个小院呢，都是他们家的一个宅基地范围之内。房子的背后有一大块的空地，现在呢种满了一些桂花树，那边还有石榴，那里啊还有一棵枇杷。房子呢就在这块空地下方。其实啊，这边如果居住的话，可以给它清理出来，然后呢在这边可以种点花花草草，还可以种菜的。其实房子的侧面呢，这块位置也是很大的一块空地，但是这块空地啊就用不上了，因为这里呢有好几座坟墓，所以如果把这边清开种菜的话也不行。毕竟呢，在坟墓旁边，我们都有个讲究的，就是不在坟墓旁边种一些食物，比如说蔬菜啊、水果之类的，都不种在这个坟墓旁边的。在这边啊，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土罐子，还挺高的，将近有50-60公分呢。它的这个口子呢很小，将近也就7-8公分的一个直径。在这边还有一个碗，感觉好像是有人在这边喝酒一样的，酒还没喝完，碗呢也来不及收，就放在了地上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啊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2楼的位置，从这边可以看到屋顶上的瓦片有些地方已经是开始坏掉了。然后这栋房子啊，我在想，屋内应该是开始漏雨了。这边整个墙面之上布满了电线。2楼的位置呢有一个阳台，但是没有做栏杆，所以走在上面的时候，我们也还是要注意安全。这边啊是有一棵桂花树的，很长时间没人在这边居住，院子呢也没人打理。这棵桂花树呢，快长到了屋顶之上。然后这边啊都是房门紧闭，我们透过窗户来看一下里面。整个2楼的位置是有4个房间的，这背后的2个房间房门已经锁上了，窗户也关上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主人家的鞋子晾晒在窗台之上，那边还有一张桌子。感觉房间里面乱七八糟的。这边的冰箱房门还没有关，里面还有一桶油。然后这边啊还有一些生活物品，桌子上的碗筷还来不及收拾，然后地上有盘子有桶子，那边还有椅子，背后呢还有个床。
感觉啊，这户人家走得很匆忙。继续走过来，这里也是一个房间，也都上了锁，然后地上有双鞋，应该也是主人家的，在这边随意的丢弃，来不及收拾。然后透过窗户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房间里面依然是很凌乱，有根竹竿，竹竿上面挂的有衣物，在背后还有些杂物。然后更为奇怪的是，这里啊，这个床还来不及收拾，上面已经布满了飞尘，包括这个枕头还是放在床上，非常的奇怪。那究竟什么原因啊，走得这么匆忙呢？身后的这2栋房子曾经是一家人生活过的地方，如今这么破败，不知道主人家回来看到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滋味。那我非常好奇的是，这栋主屋的背后，包括厨房的旁边那几座坟墓，把整栋房子包围着，是否是他们家的祖坟呢？这个时候，石头就想问大家了：这样的房子在深山老林里面，尤其周边的环境都被大树给笼罩着，整天看不到太阳，你们敢在这样的房子居住吗？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